大家好，我是元猫。你可曾想过，你每一次网购收到的包裹，背后都隐藏着一道冷酷的算术题？只要每单成本降低3毛钱，当全球上亿个包裹累积起来，就意味着50到60万人将失去工作机会。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亚马逊内部战略文件中明确制定的目标。在未来10年，借助机器人和自动化技术，他们计划砍掉近60万个原本应新增的岗位，用机器取代人力，将每单成本压缩到最低限度。但这件事远非机器抢饭碗这么简单。今天就让我们深入剖析这件事的里因外果。未来以来，今后的打工人究竟将会面对怎样的变化？先来看一看亚马逊的账本。很多人误以为亚马逊要裁掉几十万员工，实则不然，他们采用了更为隐蔽的手段，避免雇佣。内部文件清晰地表明，到2027年，先减少招聘16万人，到2033年，目标总共少雇佣50到60万人。这并非一次性的裁员行动，而是在未来10年里，那些本应提供给年轻人和求职者的新岗位，都将被机器所取代。我们来算一笔账就清楚了。在亚马逊目前每单的运营成本中，人工成本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只要用机器人替代仓储、拣货、打包、分拣等环节，每单就能节省3毛钱。别小看这3毛钱，在2025到2027年这3年间，他们就能节省出126亿美元。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全年的 GDP。而且他们的目标更为激进，要实现75%的运营全自动化，从仓库中机器人的高效穿梭，到分拣线上的 AI 精准识别，再到配送路线的智能规划，尽可能减少人力的使用。然而，这里存在一个关键问题，机器真的能够完全取代人类吗？亚马逊宣称已经部署了上百万台机器人，并借助 AI 提升效率，甚至还在为几十万员工提供再培训。听起来似乎很可靠，但部署了机器并不等同于能完全替代人。例如，仓库里的机器人虽然能够搬运货物，但遇到异形包裹或突发状况时，仍然需要人工处理。此外，机器的维修、升级以及仓库的改造等成本，如果超出预期，那原本节省的3毛钱就会化为泡影。虽然还存在很多不确定的问题，但是亚马逊给出了一个10年的时间表。如此长远的计划，代表了头部大厂在用 AI 取代人工上的决心。到2027年先完成16万的少招人目标，剩下的40多万将在接下来的10年里逐步落实，是一种阶梯式的替代方式。这意味着什么呢？虽然不会出现突然的失业潮，但未来10年里，想要进入亚马逊这类大厂的年轻人，可选择的岗位会逐年减少。那些依赖仓储、物流行业的小城，工作机会会逐渐被机器蚕食。等你察觉到的时候，可能已经没有合适的岗位了。一提到机器替代人力，很多人认为只会影响仓库理检或打包的蓝领工人。但是今天这个人工智能的时代，白领和蓝领所面临的职业危机并无区别。亚马逊的文件中就隐藏着非常激进的计划，办公室岗位和中层管理岗位都将被替代。先来看蓝领岗位，受影响最为直接的是仓储拣货、打包、分拣等重复性较高的岗位。这些岗位占亚马逊新增岗位的60%以上，也是最容易被机器取代的。如今，他们的机器人优先仓库已经有了先例。同样规模的仓库，采用机器作业后，雇佣率直接下降了30%。以前需要100个人完成的工作，现在只需30个机器加上20个运维人员就足够了。但更值得警惕的是白领岗位。文件中提到，连代码编写、运营调度、数据分析等办公室工作也将由 AI 来替代。例如，以前需要3个人编写的自动化脚本，现在 AI 工具半小时就能完成。以前由中层管理负责的配送路线规划， AI 能够根据实时数据进行更精准的调整，而且还无需支付加班费。2025年，亚马逊已经裁掉了几千个企业岗位，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不仅体力劳动岗位会被替代，脑力劳动中标准化、可重复的部分同样难以逃脱被替代的命运。而且受影响的不仅仅是亚马逊自身的员工，整个产业链都会受到波及。例如，为亚马逊提供包装的工厂，从事物流配套服务的小公司，一旦亚马逊通过使用机器减少了订单需求，这些上下游企业的岗位也会相应减少。据数据测算，亚马逊每少雇一个人，背后会带动上下游 0.8 个岗位的减少。60万岗位的减少就意味着近50万上下游岗位会受到连锁反应，尤其是那些靠亚马逊吃饭的小城市。如果说大城市还有比较丰富的就业生态，
那么对于那些依赖亚马逊仓库的小城来说，这简直就是一场灭顶之灾。亚马逊的仓储网络大多分布在美国中西部、南部的小城里，这些地方产业结构单一，除了亚马逊、沃尔玛等大厂之外，几乎没有其他优质的工作机会。在美国俄亥俄州的几个小城，比如奥贝茨，自从2016年亚马逊接管了这座小城的仓库，并把它打造成俄亥俄州重要的履约中心，从此这座人口只有数千人的城镇便和亚马逊仓库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在过去的10年中，人口翻了整整1倍。亚马逊仓库的就业人数在当地就业人数中的比例超过 25%， 一旦这个仓库用机器替代 30% 的岗位，那么对这样的小城镇来说，本地的人口就只有离开，去大城市谋生。因亚马逊而兴起的小城也可能再一次因亚马逊而衰落。大城市有丰富的业态和教育培训资源，年轻人转行或者另寻机会相对容易，但是小城镇的人却没有太多选择。更残酷的是，亚马逊还在不断复制机器人优先的仓库模式，新仓库建在哪里，哪里的雇佣率就会下降。例如2024年在肯塔基州开设的新仓库，同样的面积，雇佣人数比5年前的老仓库就减少了 40%， 完全依靠机器支撑运营。这种模式一旦全面铺开，那些依赖亚马逊的小城经济将会直接陷入困境，税收减少，消费市场萎缩，周边的餐馆、超市等也会随之关门大吉。面对外界的质疑，亚马逊的应答策略多少有点两面派，一边说不影响就业，一边裁员搞自动化。亚马逊反复强调，文件不代表全部策略，我们还在招人，还在为员工提供培训，机器人是协助人类工作，而不是替代人类。但事实真的如此吗？他们的实际行动与说法完全自相矛盾。在2025年，他们已经进行了多轮裁员，几千个企业岗位消失不见。虽然将自动化换成了先进技术、人机协作等好听的词汇，但本质上并没有改变。例如，将机器人替代拣货员描述为机器人协助拣货员提高效率，但实际结果是，以前需要10个拣货员完成的工作，现在只需要2个人加上5台机器就足够了，剩下的8个人依然失去了工作。这种文字游戏或许能够欺骗外人，但却无法蒙蔽那些渴望找到工作的年轻人。其实不止亚马逊，整个打工市场都在被3毛钱逻辑绑架。别以为这只是亚马逊一家公司的问题，如今所有的大厂都在算计3毛钱账，只要能够用机器替代人力，就会尽可能的节省成本。这背后反映的是整个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逻辑。但对于我们打工者来说，这意味着未来10年的就业形势将变得越来越严峻。不仅是电商行业，物流、制造、客服等行业都在大力推进自动化进程。顺丰的无人分拣中心效率比人工分拣提高了3倍，能够减少 80% 的人力雇佣。特斯拉的工厂，机器人的占比超过 70%， 一条生产线以前需要50人操作，现在只需要5人。这些大厂的做法会迫使整个产业链纷纷效仿。如果你不采用机器替代人力，成本就会比竞争对手高，最终要么倒闭，要么也只能选择用机器替代人力。未来10年，重复性的体力岗位和标准化的脑力岗位都会面临逐渐被机器取代的命运。面对这种大趋势，抱怨是没有用的，我们必须想办法积极应对。无论你现在是学生还是已经参加工作，记住以下3条路，也许能够帮助你避开机器替代的风险。第一条路，主动学习技术，成为人机协作的中间人。如果你天生就对和机器打交道充满兴趣，那么这个时代无疑为你提供了众多机会。如今，各大企业真正需要的既不是单纯的机器操作人员，也不是纯粹的人工劳动力，而是能够让机器和人实现有效配合的复合型人才。虽然机器具备高效的工作能力，但对其进行运维和训练也需要一定的成本。像机器人运维、AI 训练师、自动化流程设计等岗位，需求正以每年 30% 的速度持续增长，而且这些岗位的薪资比普通岗位高出 50%。 以亚马逊的机器人训练师为例，他们的工作是教导机器人识别包裹、规划路线，其年薪远超普通白领。不过，要胜任这类岗位，你需要具备 AI、机械等多方面的知识，同时还要熟悉业务流程。第二条路，关注小公司的机会，别盲目扎堆大厂。并非所有地方都像亚马逊仓库所在的小城那样，容易受到技术变革的冲击。毕竟，有能力像亚马逊那样花费巨资训练 AI 模型的大厂屈指可数。与其在大厂里提心吊胆地等待被机器替代，
不如把眼光放得更开阔一些，多关注其他地方的发展机遇。最后一条路，也是我觉得最为关键的一条路，就是利用 AI 来解放自己，开创属于自己的事业。俗话说得好，公司就是青楼，我们要做的是尽快赎身，而不是争做头牌。在这个智力和体力都可能被机器全面碾压的时代，我们应该充分借助 AI 的力量，将自己从重复繁琐的劳动中解脱出来，充分展现作为一个人的独特属性，而不是仅仅把自己当做一个工具。我们之所以为人，不是因为会分拣打包、会编程或者会说几门语言，而是因为我们有自己的情感，有亲人，有欲望，有目标，能够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能够自主做决定。在效率方面，人类确实无法与 AI 相提并论，但机器永远无法替代人类去感受世界的美好，无法体会心灵的共鸣。有些工作需要长时间的相处和用心积累，需要有温度，能做决策，有灵感，有审美，有个性，以及对生活的敏锐感知。这类工作即便在人工智能时代也难以被取代。找到自己内心真正热爱的事情，或许你就能打造出属于自己的理想事业。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淘汰一批人，同时也会创造出一批新的机会。上一次工业革命，马车夫被汽车司机所取代，但也催生了更多高薪岗位。这一次自动化革命同样如此，关键在于你是成为被淘汰的那一个，还是抓住机会的那一个。无论你现在是否正为可能被机器取代而焦虑，都请记住一个历史规律：人工智能可以开车，但它不需要坐车；机器可以大规模生产，但它不能大规模消费。在人类从农业社会迈向工业社会之前，几乎所有人都是农民，然而大多数人终年辛勤劳作，却连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后来工业革命让大量农民失去土地，被迫从农村走进工厂。当时也有很多人反对工业革命，但最终的结果是工业革命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飞跃，人类的整体生活水平也大幅提升。再后来，信息技术革命又让人类从工厂走进了办公楼，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再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一个普通的小白领都能负担得起坐飞机出国旅游，而在几十年前的工业时代，哪怕是在当时最发达的英国，也只有富豪才有这样的消费能力。如今，我们正处在一个机器和人工智能将人类生产力再次推向新高度的时代。虽然过程可能会充满困难，但我相信，最终它会给人类带来更丰富的物质和精神自由。好了，今天就聊到这里。关于这个话题，你有什么想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元猫，我们下期再见。